21把控制当关心。有些人把控制别人当成关心，觉得管得越多越显得自己在意对方，可这种行为往往让人感到窒息，甚至破坏原本的感情。我听过一个妈妈的故事，让人感慨。她有个已经成年的儿子，大学毕业后在城市里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，可他还是像对待小学生一样，每天打电话问今天穿什么衣服，中午吃了什么，晚上几点回家，甚至连儿子交什么朋友他都要过问。有一次儿子约朋友吃饭，他硬要他发定位，说我怕你被骗。周末回家他还要翻看他的手机，看他跟谁聊天。儿子忍了很久，终于受不了，提出搬出去住。他却哭着说，我这是为你好，你怎么不懂我的心？儿子还是搬走了。搬走那天他哭了一整夜，可从那以后母子俩见面少了，电话也少了，关系冷得像陌生人。他还觉得自己委屈，可其实是他的控制把亲情推到了边缘。控制和关心有本质区别，关心是出于爱，给予支持和空间，让对方感到温暖；控制却是出于自我满足，剥夺对方的独立性，让人感到压迫。我还听过一个类似的事例，有个男友对女友管得太严，规定他每天穿什么，不能跟异性同事说话，甚至要求他下班后立刻回家。女友起初觉得他是紧张他，可时间长了，他觉得自己像个傀儡，没有自由。最后他选择分手，男友还不明白，我这么爱你，你为什么要走？其实真正的爱不是占有，而是尊重。纪伯伦在《先知》里说，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，他们是生命的儿女。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亲子关系，也适用于所有感情。控制欲太犟的人，往往打着为你好的旗号，却忘了对方也有自己的想法和需求。控制的人通常源于内心的不安全感，他们害怕失去，所以用管束来维持关系。可惜这种方式只会适得其反。生活中那些关系和谐的人往往懂得放手。比如我认识一对夫妻，丈夫出差时，妻子从不查岗，只会叮嘱一句注意安全，丈夫也因此更珍惜她。放下控制欲，才能让爱有呼吸的空间。这位妈妈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关心不是束缚，而是信任和理解。只有给对方自由，才能换来真正的亲近。22把炫耀当激励。有些人喜欢炫耀自己的成就，觉得这样能激励别人努力，可这种行为往往让人感到被压迫，甚至疏远了原本的关系。我有个朋友小张，考上名校后，每次同学聚会都忍不住教育大家。他一坐下就说，你们要向我学习呀，我当年多努力才考上这么好的学校。起初大家祝贺他，还觉得他挺励志，可聚会多了，他总拿自己的成绩说事，语气里满是优越感。有次他还指着一个创业失败的朋友说，你看我多拼才能有今天，你得加油了。那朋友当时默吭声，可脸色很难看。后来大家渐渐不爱参加有他在的聚会，有人私下说，跟他聊天像被上课，太累了。小张还以为自己是正能量，却不知他的炫耀早就让人反感，甚至有人把他拉进了微信黑名单。炫耀和激励是两回事，激励是用行动感染别人，让人自然受到鼓舞；炫耀却是用言语贬低他人，让人感到自卑。我还听过一个职场故事，有个同事升职后，每次开会都说，我这么拼，你们也该努力了，不然永远没出头之日。结果团队默人真手激励，反而觉得他高高在上，私下都不愿帮他忙。真正的激励不是拿自己的成功压人，而是让别人看到希望。论语里说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己无能。真正的强者专注于提升自己，而不是用成就去显摆。炫耀的人往往想证明自己的价值，却忘了别人的感受。他们需要别人的认可来填补内心的空虚，可这种方式只会树敌。生活中那些真正能激励人的人，往往低调而有力。
比如我认识一个老师，他从不提自己的学历和奖项，而是用幽默的课堂和耐心指导，让学生主动学习。小张的故事提醒我们，与其用成就压人，不如用行动待人。真正的影响力是沉默的榜样，而不是喧嚣的炫耀。放下虚荣，才能赢得尊重。23把敷衍当省事。有些人聊天时敷衍应付，觉得随口说能省时间，可这种态度往往让人觉得不受重视，还会毁掉关系。我有个朋友小李，有次心情不好，向另一个朋友倾诉工作上的压力，他说了半天，对方却只回了句没事，过去了就好了。小李当时愣住了，他本想听点建议或安慰，可这敷衍的回答让他觉得自己像在对空气说话。他试着再说几句，对方还是恩落的应付。从那以后，小李再没找他聊天，甚至连微信问候都不回了。那个朋友还不明白，觉得自己已经安慰过了，可敷衍哪里是安慰，分明是对感情的忽视。后来小李说，我宁愿他直接说没空，也不愿听这种空话。敷衍和省事不同，省事是有效率的处理事情，敷衍却是对关系的怠慢，连基本的尊重都没给。我还听过一个例子，有个客服面对客户的问题，总会知道了马上处理，可从不解决实质问题。客户气得投诉，说这种敷衍比不回复还让人生气。生活中，敷衍的人往往觉得自己聪明，省了力气，可他们没想到，这是在透支别人对自己的信任。培根说，倾听是最高的尊重，真正的交流需要用心，而不是用敷衍搪塞。敷衍的人通常懒得投入情感，他们只想快速结束对话，却不知这是在推远别人。我认识一个销售员，对客户需求总是敷衍，结果订单越来越少，他还怪市场不好。可那些认真倾听的同行，却靠真诚赢得了口碑。小李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敷衍不是省事，而是自找麻烦。与其用空洞的回应打发人，不如真诚一点，哪怕说我现在忙，晚点聊，也比敷衍强。关系是需要经营的，敷衍只能让它枯萎。24把嫉妒当动力。有些人见别人成功就心生嫉妒，觉得这能激发自己努力，可这种嫉妒往往只是酸葡萄心态，不仅没推动自己，还让人停滞不前。我有个同事小王就是这样的例子。公司有个老员工升了职，小王私下酸溜溜地说，还不是靠关系，我要是也有背景早升了。可他嘴上说得起劲，工作却还是老样子，上班摸鱼，下班刷剧。后来公司又提拔了一个新人，他还是那句肯定有内幕。他把别人的成功都归为运气或不公平，自己却从不反思。结果几年过去，别人越走越远，他还是原地踏步，还抱怨公司不给他机会。嫉妒和动力有本质区别，动力是把别人的成功当榜样，激励自己努力，嫉妒却是贬低别人来安慰自己，掩盖自己的无能。我还听过一个学生的事例，同学拿了奖学金，他酸言酸语，不就考得好点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可他自己从不学习，最后成绩越来越差，连毕业都费劲。增广贤文说，见贤思齐，真正的动力是学习别人的优点，而不是盯着他们的成就眼红。嫉妒的人往往心胸狭窄，他们不愿承认自己的不足，于是用酸话掩饰。可这种心态只会让他们原地打转，甚至失去朋友。生活中那些进步快的人，往往把别人的成功当成标杆。比如我认识一个创业的朋友，现同行赚钱，他不去嫉妒，而是研究对方的策略，结果自己也成功了。小王的教训告诉我们，嫉妒不是动力，而是障碍。放下酸心，努力向前，才能真正改变自己。25把强势当魄力。有些人觉得强势就是有魄力，总爱压人一头，觉得这样能显得自己有主见。可这种行为往往让人反感，
还会毁了团队。我认识一个领导老张，就是这类人。他开会时从不听别人意见，有人提建议，他直接打断：你这想法不行，听我的。有次团队设计新项目，大家集思广益，他却一锤定音，就按我说的做，其他免谈。结果项目推出后漏洞百出，客户不满意，员工也埋怨，他还觉得自己果断。可团队士气低落，创意越来越少，公司业绩也受影响。最后上级找他谈话，他才意识到问题，可为时已晚。强势和魄力不同，魄力是带领大家前进的能力，需要智慧和包容；强势却是独断专行，只顾自己痛快。我还听过一个店长的故事，他凡是自己说了算，员工提意见他就发火，结果员工流失严重，店面关门。真正的魄力不是压服人，而是团结人。拿破仑说，真正的领袖是仆人。一个有魄力的领导会倾听团队，凝聚力量，而不是一味强硬。强势的人往往缺乏安全感，他们用霸道掩盖内心的不安，可这种方式只会自断后路。生活中，那些受尊敬的领导往往温和而坚定。比如我认识一个主管，开会时总说，你们的想法很好，在完善下怎么样？员工因此愿意卖力。老张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强势不是力量，而是愚蠢。放下架子，才能赢得人心。26把拖延当从容。有些人把拖延当成从容，觉得慢条斯理很潇洒，可这种态度往往让人措手不及，还害了自己。我有个朋友小刘，就是典型的拖延症患者。他工作时总说，不着急，慢慢来，有的是时间。领导布置任务，他从不立刻动手，总拖到最后几天。有次公司要交一份重要报告，他还是老样子， deadline 前一天才开始熬夜写，结果报告漏洞百出，数据没核对清楚，领导当场发火，他急得焦头烂额，还怪别人催得太紧。后来他因为屡次拖延丢了项目机会，连年终奖都被扣了。他还不服气，我只是不喜欢急，我有自己的节奏。可这节奏哪里是从容，分明是懒散。拖延和从容有本质区别，从容是有计划的节奏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快该慢；拖延却是无序的逃避，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等待上。我还听过一个设计师的故事，客户催稿，他总说别急，结果交稿时晚了1周，客户直接换了人。富兰克林说，时间是生命的原料。拖延的人表面上看很淡定，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不负责。拖延的人往往缺乏自控力，他们喜欢及时享乐，却不愿面对压力。可这种习惯只会让他们自乱阵脚。生活中那些从容的人往往早早准备好。比如我认识一个同事，任务一来就列计划，按部就班完成，从不慌乱。小刘的教训告诉我们，拖延不是从容，而是懒惰的借口。行动起来，才能真正掌控人生。27把挑剔当完美。有些人把挑剔当成追求完美，总爱找别人毛病，觉得这样能显得自己高标准。可这往往让人感到否定，还坏了关系。我认识一个设计师小陈，就是这样的人。他对同事的作品总是吹毛求疵。有次有人设计了个海报，他一看就说，这颜色太土了，这布局也乱七八糟，没一点创意。同事本想听点建设性意见，可他却一句接一句批评，连个好处都不提。结果没人愿意和他合作，他自己也累得不行，经常一个人加班改稿。他还觉得自己追求完美，可团队里的人都说跟他共事太压抑了。最后他的项目越来越少，公司也不再重用他。挑剔和完美不同，完美是在欣赏中改进，挑剔却是无端指责，让人无地自容。我还听过一个主管的故事，他对下属报告总挑刺，这数据不够精准，这段话太啰嗦，结果员工干脆不提意见，团队业绩一落千丈。
达芬奇说，细节成就伟大，真正的完美主义是用善意推动进步，而不是用苛责打击人。挑剔的人往往眼高手低，他们看不惯别人的不足，却忘了自己的局限。小陈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放下苛刻，才能真正进步。生活中那些受欢迎的人，往往先肯定别人，再提建议。比如我认识一个老师，批改作业时总说，这部分很好，再调整下这里就更棒了。学生因此更愿意努力。挑剔只会树敌，善意才能共赢。28把炫忙当勤奋。有些人爱说自己忙，觉得这能证明自己勤奋，可这种炫忙往往只是效率低的遮羞布，没石磨真本事。我有个朋友小杨，就是这样的典型。他每天嘴上挂着我忙死了，没时间，可一看他在干石磨，上班刷朋友圈，下班玩游戏，忙的只是嘴。领导问他任务进度，他总说我太忙了，还没弄完。有次公司急需一份资料，他拖了3天，交上来还是半成品，领导气得把他训了一顿。他还委屈，我真的很忙啊。可同事们都知道，他忙的是无用功，真到关键时刻，他什么也拿不出来。炫忙和勤奋不同，勤奋是专注做事，产出成果，炫忙却是抱怨掩饰，拿忙碌当借口。我还听过一个员工的故事，他总喊忙，却总在聊天，结果年底考核垫底，领导说忙的末价值不算忙。庄子说，治人无畏。真正的勤奋是把时间用在刀刃上，而不是空喊辛苦。炫忙的人往往懒得优化自己，他们用忙碌包装自己，却忘了成果才是硬道理。生活中那些真勤奋的人往往沉默而高效。比如我认识一个程序员，每天早到晚走，却从不抱怨，项目总是第一个完成。小杨的教训告诉我们，别用忙碌装勤奋，实干才能证明自己。29把虚荣当面子。有些人把虚荣当成面子，爱用外在撑场面，觉得这样能赢得尊重，可这往往让人瞧不起，还害了自己。我有个朋友小丽，就是这样的例子。她家境一般，可为了在同学会上显摆，借钱买了个名牌包。聚会上，她故意把包放在桌上，还假装不经意说，这包挺贵的，随手买的。同学们表面夸几句，可私下都知道他借钱的事，觉得他虚伪。结果债主催得紧，他还不上钱，日子过得狼狈不堪，还丢了朋友。他还不明白，我只是想有点面子，哪里错了？可虚荣哪里是面子，分明是自欺欺人。虚荣和面子不同，面子是靠实力赢来的尊重，虚荣却是内心的空虚，用假象撑场面。我还听过一个男人买了豪车装阔，却负债累累，朋友都躲他。《红楼梦》说，世人之病皆因面子。真正的底气是内在的充实，而不是外在的炫耀。虚荣的人往往在意别人眼光，却忘了自己的本质。小丽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放下虚荣，才能轻松做人。生活中那些有真面子的人往往朴实无华。比如我认识一个老板，穿得简单，却靠诚信赢得口碑。活得真实才是最大的尊严。30把自私当聪明。有些人把自私当成聪明，觉得多拿少给是本事，可这种行为往往让人远离，还断了自己的后路。我家小区有个邻居老李，就是这样的典型。每次社区分东西，他总抢最好的，有次发水果，他一把拿走最大的，还说我不拿，别人也会拿。别人不满，他还觉得自己机灵。结果大家渐渐不理他，有活动也不叫他，他还得意我没吃亏呀。可他没想到，自私换来的只是孤立。自私和聪明不同，聪明是分享共赢，让大家都好，自私却是目光短浅，只顾自己。我还听过一个同事总抢功劳，结果没人帮他，关键项目失败，他才后悔。
易经说利人利己，真正的聪明是懂得让步和合作。自私的人往往只看眼前，却丢了长远。劳力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放下自私才能赢得信任。生活中那些受欢迎的人往往大方而真诚。比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总分东西给大家，自己拿最少的，却最受敬重。自私不是聪明，而是愚蠢。当我们回望这30种低情商行为，每一种都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人性的弱点，也敲响了警钟。这些行为或许曾是你我无意间的习惯，或许曾是我们自以为是的聪明，可它们却如暗流汹涌，悄然吞噬着我们的信任、友谊和机遇。正如情商是什么中所言，情商不是花言巧语，而是感受、理解与控制情感的能力。它不是天赋，而是修炼；不是虚饰，而是内心的温度和分寸。那些真正走得远的人，从不靠一张利嘴横行天下，而是用一颗懂心温暖人间。他们知道，关系是人生的桥梁，而情商是桥上的栏杆。少了它，你或许能走得快，却走不稳，更走不远。所以，放下口无遮拦的冲动，收起干涉他人的傲慢，管住八卦的舌头，珍惜雪中送炭的恩情。永远牢记，一张刻薄嘴能损万千福。